很多小兄弟要求啊，要一个英雄，如果你想的话，一定能把对面收掉哦，还超难死，要有硬控，又要好上分。那答案只有一个，这个英雄有无解的大招，夸张的回血，上手超级轻松，名副其实的把对面输出吊起来打。这把我们杀爆达尔西，差不多40%的成伤，还疯狂塔杀。到底是什么英雄？还有该怎么玩呢？好好享受吧！这直接进化护网，帮全队呢解开达尔西的大招，万花丛中直接吸住对面的木加爵，搭配队友把他人头直接收掉。这里看到对面哦，还有一个这小丑直接哇开大招，把他人头收掉，搭配队友。那这里呢看到。先蹲下点，算好对面 buff 重生时间，然后一个吸住他，哇！这个达尔西小兄弟直接呢被我们就收掉了。然后我们该逃吗？残血的状态不该，直接2技能呢收掉对面的木加爵，再把这个卡瑞兹打得落荒而逃。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，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，大家，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，对，就是你哦，小兄弟。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。Hi everyone， 我是 Matt Team 的我，这次带来的是艾瑞的实战解说。那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呢，请先订阅，要不然的话呢，就失去一个教你杀 S 的方法。那如果你喜欢玩辅助或者玩过辅助的话呢，请在下方点赞。那如果你喜欢其他英雄或者是喜欢玩其他的路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喜欢什么英雄什么路。窝呢会尽量出那个实战解说来给你看，那或者是有什么的传说问题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。这里直接把对面蓝 buff 直接反掉，那这里的对面的经济就没有了。可是对面直接呢就马上呢回包过来。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在前期对面是很会风凶的一个英雄，即便我们不断的在这个吸血，队友没有赶过来的情况呢是不可能生存。那没所谓我们呢把对面的蓝 buff 反掉之后呢。对面的是这个木加爵拿回他们的蓝 buff， 那对面打野经济掉了这个蓝 buff 的经济是我们拿了，那他上不了4等，上不了4等的话呢，他的这个整个的节奏就没有因为像达尔西这种英雄很注重他的节奏，上4等的这个节奏，再加上刚刚呢他又没有蓝 buff 的一个状况，要 gank 就更难了。把对面的节奏呢破坏掉呢是辅助一个很重要的玩法。那其实刚刚如果小兄弟，比方说马加这个小兄弟也赶过来救一下的话，其实刚刚其实人头也不用掉，不过没所谓。这里看到对面卡瑞兹先搭配队友把这对面的木加爵先收掉。那出装方面呢，一开始呢先用，如果想要反野的小兄弟呢，一开始先去做一个这个鞋子。那如果不是的话，整个的速度你要去反对面野区会很不够。那如果艾瑞出鞋子，出什么鞋子？2个鞋子可以选择，跑鞋或者是这个模仿鞋。那为什么出跑鞋？因为这一把我们带清醒。为什么拿清醒？因为对面这个英雄达尔西还有对面的卡瑞兹2个英雄勾到你，尤其是对面的达尔西像艾瑞这种英雄呢，如果是达尔西来对他的话呢。达尔西他们之后选的这达尔西会很好受，这里直接缴一个清醒，那就直接解掉了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刚刚人头直接就掉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选一个急走或者是瞬移，这里直接缴一个2技能。在达尔西这个英雄，他最怕的就是一个，如果比方说佛罗伦对到达尔西这种英雄，可以考虑出清醒整个。会好很多。那当然了，我们之后还要出一个进化，因为很多小兄弟呢没有出到清醒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进化护腕就很重要，要不然的话，如果达尔西一个勾到我们其他队友全部，就完了，可以一波局了。尤其是我们整队呢，这一把的这个坦度呢还是蛮不足的。尤其是如果要给佛伦小兄弟一个进化会很好他会很好发挥。这里看到上路有集结，那我们呢？马上过去，直接大招这个对面小丑，搭配队友把他人头呢，直接收掉。这就是要怎么玩艾瑞看到对面输出直接锁，他在这里塔内，在对面塔内都更好，再把这个卡瑞兹再收掉。玩那艾瑞不要怕死，
那有机会把对面做到一个1换1，也要去上，除非你是被 shut down， 就是终结。那要不然的话呢，通常的情况之下都可以啊，去跟对面做一个1换1，跟对面的输出位，这里把对面的达尔西啊再度收掉。这里就可以看到啊，我们的艾瑞呢，它坦度是很足的，这一把我们做到差不多40%的一个承伤。为什么要选一个艾瑞？就是因为对面呢这次输出这一把很多，那这里直接蹲在对面这个坛去算好对面 buff 的时间。这要怎么蹲点？就是这种蹲点要算时间的，不要靠这个提示，要自己去算这个对面 buff 的时间，等待对面的这个打野到来，直接把他吸住，搭配队友把他人头直接收掉，超亏了他们这一波啊，真的超亏了。对面死的是这个打野，这里再进场啊，然后呢把对面的木加爵一并换掉，卡瑞兹落荒而逃，还有这个戈德尔。这一版呢，如果看到有人选佛罗伦呢，选戈德尔的小兄弟还是蛮多的。在之前的版本好像比较少，真的比较少见。那这一版真的多了很多小兄弟用这个戈德尔啊，他也不见得有改强或什么，可是就是无论在什么排位啊，都会有看到戈德尔的选择。这里看到这个下路啊，直接呢马加推塔的这个速度呢还不算是很快，那也不会说到太慢，还是可以的。这里呢，我们的中路搭配这个凯撒路马加把对面收掉打野，因为我们呢把他打这个节奏直接打掉了。这里呢，我们又去直接扛这个塔，不用怕差那么一点点血就把这个塔呢先拿掉。那这里呢就下路就变一个长线了。那这里的我们的参团率是十分之高的，12个人头，我们有8个就是有参团的，拿了7个助攻，收了1个人头。那艾瑞这个英雄呢，需要不断去跑线。如果你赖着一个打双人线的话，那我会选佩纳或者是提米那种英雄。这里打野直接吸到我们2个，清醒还剩一点点时间，他不敢过来的。他如果这里过来的话，就直接会被收掉。他如果真的过来的话，会被收掉，会被反打一波。那艾瑞呢，不能怂之外，如果看到对面在这个塔内，你真的是绝对可以呢，直接进塔，像流氓一样直接进塔，然后吸住对面，然后队友如果有在附近输出，那就更好。这里搭配队友，我们直接吸住对面这个戈德尔，可惜呢，其他队友没有要进场这个意思。那其实戈德尔这个英雄呢，他们出到全输出的装备呢，其实蛮脆的，可以把它当这个输出来看。那出装方面呢，我们会出一个进化，像刚刚说到的，那进化呢还能够增加我们的这个冷却缩减，那是很好的一个装备。那很多小兄弟都不知道，或者是不为意啊，蛮多的啊，小兄弟都可能会觉得，进化还有什么用吗？其实呢，它可以呢团队回血的。这里呢，直接吸住对面的这戈德尔。和他呢做一个1换1，那输的是我们这个辅助的人头，可是赢的是对面的一个凯撒路的人头。那在这个出装方面呢，我们出了这个进化之后啊，还要出什么装备呢？在这一版呢，其实要很逼切的要先出一个仙灵或者是德鲁伊都好啊。这种装备呢，因为对面这种法伤真的蛮多的。为了全队，我们一开始呢要先出一个进化，要不然被圈到真的很麻烦，那是逼不得已的。那可是之后呢，这个魔法就必须出了。要是对面这个打野是奇尔的话，窝呢不会先出一个进化，会先出一个宝石，然后呢直接出一个仙灵吊嘴啊，因为这样的话对面呢打我们就不会痛，在前期我们能扛更多伤害，更多的伤害。那可是呢，我们对的是达尔西，那就没办法，一定要先做一个进化了。那这里看到这个下路有集结，我们呢这里很容易被对面风筝消耗血量，所以尽量的先不要往那么前靠，而且自己没有这大招的情况。这里呢搭配队友把这个小野直接反掉，
那不要小看小野怪啊，小野怪这种东西呢，其实如果1个2个，像窝说的之前还好，可是你多了这个经济，对面真的少了，所以反小也是蛮重要的。如果是前4等之前，那更加重要了，对面上不了4等，节奏就直接慢了。这里直接呢带这个中路兵线呢保护这个兵线呢去这个中路的高地，把中路高地直接拆掉。那看到对面有个木加爵，那小兄弟已经把他这直接划爆了啊。然后一个2技能啊，这个小丑如果开启这个技能呢，可以我们选一个2技能呢去等他回升的这个地方。那这里我们没有兵线，那对面已经被团灭了。那其实这里如果这个射手小兄弟也在的话，其实可以一波的我们扛塔。那没所谓，他打稳一点，去拿个凯撒再做一波，那也是可以的。不过呢，其实兵线呢，对面卡瑞兹的虽然复活时间很快，可是他清不掉的，刚刚是可以直接做一波的啊，没所谓。不过呢，能赢的时间点，先把它赢了是会没那么多的突发状况。那这里对面直接呢抓到这个菲尼克啊，主位有点太前了，那没所谓，直接吸住对面的这个戈德尔，然后搭配队友把他人头直接收掉。那可惜我们进化时间呢还没那么快，那这就是为什么对到这个达尔西呢，如果你是玩一些不能够免疫的英雄，不能够成功躲掉他大招的一些英雄，可以尽量带一个清醒啊。那打野就例外啊，所以把我们的佛伦是打野，那就没话没得说啊，他一定要带制裁。那不然的话，对到这个达尔西的话，你那个带一个清醒啊，他就基本就整个威胁性会降了一半。那做装备方面呢，我们先做一个仙灵，然后再补一个这个德鲁伊。那因为对面法术伤害英雄太多了，这里小丑直接缴一个闪现，要不然他会被收我们大海在。那这里呢，我们画风一转，来到这个对面的红 buff 区啊。看到对面这个戈德尔哇吸住我们的佛罗伦，真的是他就期待这种画面吧。然后我们直接也大招下去，把这个对面戈德尔人头直接收掉。为什么出仙灵再出一个德鲁伊啊？其实无他的，因为对面呢除了小丑之外都是法伤英雄，要一个物防的话，一个我们的进化已经很够了。即便对面小丑再怎么肥，对面4个都是打法伤的。没办法，一定要这样出。大家呢，如果遇到法伤的英雄，不妨呢先出一个这个仙灵。这里看到对面，哇，现在伤害已经来了，我们的这个小兄弟已经很高了。把这个上路兵线直接整理，然后呢看到兵线还在的话，就不要点这个塔，兵线没了就退了啊，不要去硬扛这个塔，要不然的话就会被反打的很严重。那这里要拆上路高地嘛？其实这个答案呢是，如果我们收到对面一个就不用，这里直接缴一个，这个进化，我们这个佛人就不会被吸住了。可是呢，我们自己的大招对面是解不掉的啊，直接锁住对面卡瑞兹，那我们队友就可以输出，不断滑起来，这里不断的承受这个伤害，然后呢，让队友呢把对面4个英雄修掉，牺牲自己换掉对面一个团灭，然后呢。拆掉对面珠宝，赢得这场游戏胜利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 MadTeam 的窝窝。这里把做到一个35-36%的最高成伤，还有最高助攻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